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被央视点名，意外暴露真实处境，娱乐圈地位彻底变了。有人说他只会演古装男神，有人调侃他靠仙侠剧吃老本，更有人质疑他流量退去就会查无此人。但当央视新闻亲自点名他时，那些曾经的质疑声突然没了声息。这个从湖南小县城赴京追梦的演员，到底凭什么改写了自己的娱乐圈处境？01，很少有人知道，如今在荧幕上能精准驾驭各类角色的程毅，并非出身文艺世家，他也没有从小浸泡在艺术氛围里的先天优势。相反，他只是出生在湖南省的一个普通的小县城里，身边的很多亲人也都是部队出身。父母最初也盼着他能循着家人的足迹走进军营。高中之前的他和文艺二字几乎沾不上边，他也从未想过未来会与演员这个职业产生交集。但人生的转折点来的总是出乎意料，在朋友的偶然怂恿下，程毅心里突然冒出了当演员的念头。这个想法在当时的家人看来有些不切实际，却像一颗种子，在他心里悄悄发了芽。那时的他没有任何表演功底，甚至连基础的朗诵、唱歌都不擅长。可为了抓住这突如其来的梦想，他专门找了个老师，急急忙忙学了一首诗歌朗诵和一段美声歌曲。当时的他心里没想太多，只是想着考不上就回家安心当兵。抱着这样简单又坚定的想法，他攥着攒下的钱，买了一张从湖南到北京的火车票，1000多公里，20多小时。没买到坐票的他站得双腿发麻，却丝毫没有疲惫，因为他的心里怀揣的是一个少年对未来的憧憬。幸运的是，命运偏爱了他这个勇敢的举动。程毅顺利通过了考核，拿到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录取通知书。在中戏的几年里，从台词发音到肢体表达，从角色分析到情绪把控，他始终不懈怠。他知道自己起步比别人晚，所以总是想着用努力来弥补。而这份踏实的努力或许和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。程毅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，老人没教过他什么大道理，却用最朴素的行动影响着他。奶奶曾经跟他说，无论是好的坏的，只要来了，都去坦然接受，顺其自然都会变成好的。这句话成了他后来面对人生起伏时的定海神针。刚毕业那几年，他跑过不少龙套，演过没几句台词的小角色，甚至有过拍完戏却没被剪进正片的遗憾。可他从没抱怨过，反而把这些经历当作积累。他蹲在片场观察前辈演戏的技巧，没戏拍时就看经典影片学习。他总觉得少说话多做事准没错，这份沉稳在浮躁的娱乐圈里显得格外难得。直到一部现象级仙侠剧的出现，彻底改写了程毅的演艺轨迹。2020年，一部琉璃横空出世。在剧中，他饰演的雨丝凤，凭借着深情不渝的人设，细腻入微的演技得到了不少认可。尤其是他那一双饱含深情与故事的眼睛，迅速抓住了观众的心。丝凤时事虐恋，每一世的情感起伏、内心挣扎，他都演绎得丝丝入扣，让观众们为其揪心落泪，跟着角色的命运或悲或喜。凭借这个角色，他一夜爆火，热搜频繁被其相关话题占据，粉丝数量增长极快。他从无人问津的小演员一跃成为娱乐圈炙手可热的新星。走红后的程毅并未被突如其来的名利冲昏头脑，而是继续在演艺事业上深耕。之后的《沉香如屑》播出时，迅速在仙侠剧市场掀起热潮。他一人分饰应渊、唐周、玄烨三角。应渊帝君身为守护三界的战神，身负重任，性格内敛克制；
下凡成为捉妖师唐周后，他又将唐周的天真洒脱、少年义气演绎得十分鲜活，而玄烨一角魔尊的邪魅与野心，在他的演绎下充满魅力。他挑眉时的蛊惑神态，摩挲剑柄时的不安分小动作，赋予了角色一种别样的吸引力，使观众对玄烨又爱又恨。紧接着的莲花楼更是封神一般的存在。少年李香怡身姿挺拔，眼神锐利且充满傲气，每一次出场都气场十足。然而命运弄人，坠海重伤后的李香怡化名李莲花，成为了四处漂泊的江湖游医。此时的李莲花身形微勾，眼神温和且透着历经沧桑后的淡然，与从前的李香怡判若两人。不管何时，总是带着一丝随性与慵懒，嘴角挂着一抹苦笑，将李莲花的隐忍和豁达诠释得入木三分。不过，流量明星层出不穷，竞争愈发激烈，他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与质疑。有人认为他只是运气好，凭借仙侠剧爆火后再难有超越之作。还有人对他后续作品的风格和角色类型提出质疑，担心他会陷入同质化表演的困境。面对这些质疑，程毅选择用作品说话。他不再局限于古装仙侠领域，而是尝试向多元题材进军。去年的深潜中，程毅挑战出演谍战剧，他饰演的云鸿深最初以玩世不恭的富家子弟形象登场，看似胸无大志，贪图享乐。然而，这不过是他精心伪装的表象。云鸿深实则心思缜密，心怀大义，为了完成父亲未完的使命，毅然决然地投身于危险重重的谍战工作中，深入敌方阵营。这部剧成功让观众和市场看到了他的塑造能力。如果说之前的他一直在勇于拓宽自己的边界，那么现在的他事业线开始向主流认可倾斜。从参与正能量活动，到被主流媒体点名，再到接拍主旋律作品，他逐渐摆脱流量明星的标签，成为兼具市场热度与主流价值的艺人，事业地位实现质的飞跃。今年8月，央视新闻发布了一条用程毅演唱的《敢当打开抗战影视剧》混剪的视频。视频中，他充满力量感的歌声与《亮剑地道战》等经典主旋律作品的画面交织，每一个镜头都搭配着激动澎湃的歌词，瞬间点燃观众的爱国热情。这不仅是对他零绯闻、低调敬业的认可，更是对他传递正向价值观的肯定。如今的程毅早已不是与司凤一个角色就能定义的演员，他既能在古装剧里演绎深情与权谋，更能在主流题材中传递正向价值。娱乐圈的地位也早已走出了流量标签。程毅的地位转变从不是偶然，而是他站票赴京的孤勇，是努力提升自己的踏实，更是被央视点名时用作品与正面形象接住认可的底气。他没靠炒作捷径，也没困在流量舒适区，而是用少说话多做事的韧性保持初心。如今的他早已不是某个角色的附属，而是用实力证明，真正的演员会靠作品和人品在主流舞台站稳脚跟。